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权。那属狗的今年跟我们的太岁是属于冲的一个情况，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呢？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了解属狗的在今年的运势吧。在开始前我要让大家知道，其实每个人呢不是只有一个生肖，而是有4个生肖。那这4个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你就要看这个八字的例子其实你的生肖呢是可以出现在年、月、日、时。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狗也就是戌是出现在不同的位置的。你点击这个视频是因为你属狗嘛，但是你很有可能呢，其他部分也是有不同的生肖啦。所以在这个视频的尾端我会跟大家分析属狗如果出现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情况啦。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守到最后。属狗的今年它的吉星是还蛮不错的。首先第一个呢，我会看到叫国印的吉星，它就是说别人呢会对你的信任有所提升。你看那个名字，其实就是在古代就是皇帝如果要给你一个责任，给你一个职位的话，他就会给你一个印章，它代表的是上面当权者对你的信任，对你的交托。所以属狗的今年呢，有这个吉星的加持下，他会有很多的责任还有权利去进行他想要完成的一些事情啦。那第二个呢，是一个叫月空的吉星。那通常我们看到空它代表的就是说它有一个 void， 一个空洞，它可以来让你抵消负面的情绪或者负面的一些事情啦。那老天为什么给你这个吉星呢？那你待会看到凶星，你就知道是什么回事了。很快我们就迈入到了2024年，也就是甲辰年那如果你想在今年比别人更快速的了解到在这一年呢有什么机会或有什么危机的话，那一定要来参加我的这个网络直播的一个活动，我叫启动2024年。它的日期呢暂定在2024年1月7日。的下午1点到3点，我们会分析整体的这个运势。2024年呢，你要怎样通过一些风水的布局，来让自己挖掘到更多的一些财富机会，我可以去拿到更多的一个好处。那当然还有我会分享就是关于2024年它有的一些隐藏的危机，可以让你呢可以先避开这些危险，让自己不会做错的一些决定。回到个人方面的话，我也会提供一些个人在事业方面如何去启动那个能量，一个整体的一个能量启动。最后呢，我会再分享你在迎接九运，因为我们都知道2024年呢其实就是九运的开始的一年。OK， 所以2024年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我会分享3个在迎接九运的时候你需要懂的一些秘诀啦。OK， 那我本身会利用完八字、奇门遁甲、风水还有易经的所有内容呢，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这个活动我是可以提供你一个无限的重播。OK， 我知道很多人呢可能工作或者生活家庭都很忙，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在当天参与这个活动。那不用担心，可以给你一个无限的重播。那你过后你要看多少次都可以。OK， 那另外呢，我还会再送一个神秘礼物。OK， 在这个活动里面，每个人都会拿到一份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神秘礼物啦。OK， 那是至于什么呢？你就要参与，你才会知道了。那最后呢，我还会再给一个所谓的启动2024年的一个手册。那你就会问这个活动大概多少钱呢？ OK， 我其实只是收一个$19的一个价格啦。OK， 如果你想购买的话，我会放在这个视频的资讯栏，或者在留言区那边，我会放一个购买链接。希望在当天可以看到各位，谢谢。好，那在凶星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岁破，就是说跟太岁是一个冲的情况，那它会导致的一个效果就是你做事呢会比较冲动，你会比较鲁莽一点点。所以在传统上我们说在冲太岁的那一年呢，都会比较容易受伤，比较容易做错事，所以通常都会提醒，就是说要小心行事啦。那第二个的凶星是叫大耗。你看到大耗，你就知道你今年呢也会特别的想要花钱，而且是非常的豪爽的去花钱。那如果你没有豪爽的花钱的话，那这个能量会引导去其他地方，
而导致你破财啦。所以我们通常呢看到大号就说 OK 好，你今年呢你就出一点钱吧，去接受这个情况，把钱花在你觉得比较值得的地方，好像带家人去旅行啊，跟朋友家人啊吃一顿好的。那你这么做的时候啊，就会应掉了这个凶星的影响啦。第三个呢叫栏杆，就是有一个东西挡在前面，好像阻碍，给你感觉很多挑战，很难跨过去的感觉啦。那第四个呢是炮尾，就是说你看到很凶猛的动物在那边，然后你很害怕会踩到它的尾巴。那可能今年呢踩到的就是龙的尾巴啦，所以你在做很多事情都会比较提心吊胆，比较小心翼翼一点。那我会觉得这个呢反而是有帮助你的一个情况，因为你不要忘记，你今年会比较冲动，会比较鲁莽，但是这个凶星呢反会来提醒你，你是不是要小心一点点。所以有时候呢，我会觉得凶星啊不一定都是不好的影响，那有时候我放在对的地方的话，它反而会产生好的效果啦。那所以啊，狗今年的主题啊，就是要有所改变的一年。因为冲啊，在八字的概念里面的话，它讲的都是一个变化，原本的现况已经不能维持了，我们一定要有改变。那这个改变呢，通常我们要引导去一个好的改变，还是一个不好的改变？那今年狗的话，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因为其实你会是那个主导改变的那个人。因为狗在五行里面呢，它是属金的，龙呢是属木的，金克木，所以狗呢会是那个主导改变的那个人啊。在今年呢，你不要去错用别人给你的信任啊。就是说你今年呢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你算是处于很不错的一个位置，去主动改革，去主动改变一些情况。所以啊，你不要浪费或者滥用这样子的机会啊，去做一些不好的改变。那第二点呢，我会觉得啊，你要记得时常保持心平气和的状态。在做任何重大的决定或者重大的转变的时候啊，你都要先退一步，让自己好好思考一下，去问自己，这个是真的我要的一个变化吗？如果答案是要的话，那你就敢去吧。因为如果我要给狗在今年一个角色的话，你就是那个勇往直前的改革者啦。那你要相信啊，所有的东西会变得更好，就是因为有所改变。如果那个东西啊是一成不变的，永远都是一样的，那其实它代表的也就是说你没有进步，没有往前走，你没有变得更好。所以大家要记得这个主题啦。那接下来呢，我就分析狗在出现在不同位置的时候，它会有的一些情况。那首先第一个，狗啊在年的话，它影响的就是你的社交圈子，还有你的朋友。所以今年啊，你很有可能呢会迎来一个全新的环境，新的社交圈子，或者一个新的行业。你很有可能啊对你现在待的一个环境已经厌倦了，或者你觉得真的不行了，我一定要改变，我一定要往前走，所以你就会开始啊，把自己呢放入到一个全新的社交圈子或者一个新的行业里面。那当然啦，因为年呢是你最外面的一层啦，所以我会说你要注意，不要太过意气用事，因为冲太岁的话，通常做事会比较冲动，会比较鲁莽，比较容易啊导致一些争执啊或者受伤的情况。那如果戌啊，就是狗出现在月份的话，它影响的是你的事业还有你的工作，你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改革者，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或者在你本身的生意里面，可能呢现在啊你已经觉得你的工作是时候要做出改变了，或者你的生意啊是时候要做得更大，或者做得更好。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啊，就是说今年你在进行改革、进行改变的时候，你虽然感觉会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稳，甚至你会感觉所有东西都很动荡，那你啊还是要保持一个坚定还有心平气和的状态，让这个改革可以持续下去。好，那如果戌啊来到你的日的话，代表你的感情生活啊开始有变化了。那如果是单身的话，很有可能呢，你今年呢就是说
OK， 我不要再单身了，我一定要找到一个伴侣。所以你会比较积极、比较主动去跟别人见面去认识新的朋友所以这个情况呢就会改变。它不一定就是说你一定会找到伴侣，它很多时候可能只是代表你的这个单身的想法开始改变了，变成要有一个伴侣。那如果是有伴侣的，你说哇，那不是很恐怖吗？我是不是要分手或者离婚？那也不一定，很有可能呢是你们的相处方式会有所改变。那我会觉得在这样子的一个改变的过程里面，那你们就要维持沟通啦，一个良好的沟通，你们才会有更多的共识，去为你们的未来做更好的决定或者更好的打算。像我刚才说的，所有东西都是要有改变，我们才会进步。感情也是一样的，有时候要经历一些波动、一些改变那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才会变得更好。它不一定呢，就是说会分手啦。那当然了，如果你们两个没有办法达至这个情况，你们的心结纠缠真的太多了，或者这段关系本来就是个很不好的一个感情关系，那很有可能呢，今年也会迎来变化啦。那这个变化就是分道扬镳啦。那最后一个呢，戌来到时的时候，它影响的是你内心的想法、下属、孩子还有资产。所以我会给的建议就是说你对未来的一个愿景是什么？因为很有可能呢，在今年呢，你原本有的一个打算，你原本有的一个未来的计划开始出现了变化，所以你在今年呢都是会不断的去摸索这个未来会是什么。那如果你以前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话，今年呢你可能就会花比较多时间在思考这个问题啦。那你的孩子、你的下属也会有比较多的变化，你可能呢会觉得他们为什么特别的不听你的，因为他们冲太岁嘛，他们要改变，他们要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会说你也是要给他们时间，也给自己一点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新的改变，或者去适应新的旅程，那这一切就会很 OK 啦。好，那以上呢就是属狗的在今年会迎来非常精彩以及充满可能性的一年那要记得更美好的生活永远都是从改变开始的。好，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视频见，拜拜。